蓝海洋，白月光，相互依傍。手中花绽开了，悠悠芬芳。想为你唱一首高歌理想，漂流的我的梦，诉说冬夏。让深情的思念羽化成蝶，手中线缝上了忧伤离别。这温暖结成茧，遮挡风雪，让记忆停留在金色岁月。流光溢彩的人生，粉墨登场，抛弃商场。这弹指之间，一字一句难忘。彼岸花开，悠悠岁月，尘埃飞扬。碧云、方木，差不多了吧？还有几个菜啊？好几个呢。哎呀，快了，快了，你别催了。哎，你家芳芳回来了吗？哎呦，刚打电话给我挂断了。哎，我发现你女儿最近走路神神秘秘的，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咱们，不是交男朋友了吧？姐夫太好了。哎，天天催着人家去相亲，现在担心有男朋友。哎，帮我洗两口黄瓜，碧云，帮我好好劝劝，也别操那么多心啊。我说你这人哪儿头的啊？老给我唱反调。芳芳都26了，你也别什么事儿都操心人家啊。哎，我说这建华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你说自打娶了这上海媳妇儿，这整个人都变了。说我什么坏话呢？啊！我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姐、二姐、姐夫，妈呢？不寿星呢？好，哎妈，妈！建华回来啦！哎呀，生日快乐！妈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哎呦，真好看！好看，是啊，颜色好看啊，好看吧？郎二做的衣服啊，我最喜欢。哎妈，倩倩也给你买了一个礼物。妈，您看，这个是我们在上海特意找老师傅给您订的镯子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留着戴吧啊！妈，这个寓意特别好的，多福多寿。多福多寿好啊！你看看，我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我还能多带几年孙子呢，是不是啊？好好。妈，你不知道，现在上海育儿嫂啊遍地都是，就算以后我们真有了孩子，也不麻烦您带的。我不怕麻烦，越麻烦越高兴。好了。好。妈，小军啊，在出版社天天加班，这次就不能请假回来给您过生日了。嗨呀，一个老太婆过生日就别折腾她了，让她好好工作啊。妈，那个都好了，赶快吃吧，一会儿别凉了。哎，来，吃完了。要不要再等下芳芳呀？哎，不用等了啦。你先吃。好。哎呀，你过去，坐，倩倩，二姐。各位不等芳芳了是吗？那先祝妈生日快乐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年轻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可能是小俊来电话。小军。喂。哎，好，妈，小军。哎呦，还真是小军呐！来，我接。喂，小军呐！哎呦，对，快乐，大家都快乐啊！哎，你一个人在上海呀，照顾好自己啊！哎，过年回来看我就行了啊！哎，好，挂了啊，挂了！哎呦，什么呀，真是！好点声。哎，不是声大吗？啊，这不耳朵背吗？哎呀，小军不容易啊！我听说在上海，这博士毕业都不好找工作，他们管那刚毕业的孩子叫什么？电视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沪漂。
多难听。所以我们小军优秀嘛，找那么好的工作。那是，这老二啊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不过我听人家说啊，上海生活成本很高的，那刚毕业的孩子都住在那老远的郊区，上下班路上都得2、3个小时嘞。你又没去过上海，你怎么知道？吃你的饭。来，阿姨，外婆生日快乐！对，快乐快乐！我给你买了束花。哦，谢谢。来，给我。看我这穿着这身裤嘛。真好。今天大伙儿都在啊，我给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郑根墨。今儿我俩来晚了，我先自罚一个。外婆，今儿您生日，祝您生日快乐！您不用喝，我喝。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。哎呦，叔阿姨，您二位就放心的把芳芳交给我，敬您二位一杯。喝什么喝呀？自己高血压不知道啊？妈，顾墨敬你酒呢，人家是客人啊。什么客人啊？在哪儿认识的呀？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怎么就成男朋友了？之前时机不够成熟。现在怎么叫时机成熟了？哎呦，我们俩之前感情不够稳定，现在稳定了呀。我还准备年后辞职，跟根墨去深圳闯的。说什么呢你？我说什么了？行了。妈，今天对不住了啊。芳芳，今天是外婆的生日，咱们家有啥事儿，咱回家说。回家说好吗？你们俩要干嘛呀？啊，小伙子，我给你喝一杯。小静儿，来妈，吃点东西啊。好酒呢。要不我们切蛋糕吧？我们对，来，把蜡烛点上。来，妈，来，妈，你把这个帽子戴上。哎呦，还戴这个呀？姐，我们一起唱歌吧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干嘛许个愿？好了，好，吹蜡烛。哦，吹。哎，许个什么愿？只有一个愿望，什么呀？就是想早点抱上大孙子。妈，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啊！我去拿把刀来切蛋糕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主编，我想问一下我转正的事情。等明年吧。哎，你在这多久了？2年。
你租房子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跟你商量，你会来吗？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在房租上。你住在这儿就不用每天早起好几个小时去上班了呀。不怕辛苦，真的，住哪儿都一样。哪儿一样了？你看咱们班那些同学，他们有人出生就在上海，那有的人毕业了，家里人就在上海买了房子。咱们拿暖宝宝取暖的时候，人家已经住暖房里了。生活是给别人看的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比呢？那得自己瞧得起自己吧。咱们起跑线比别人低一等，但是照样能过上体面的日子啊。你看看这2年，你住隔断房，我跟别人合租，我起床了，你上班了，你下班了，我又去录制了。恋爱谈的不像恋爱，约会不像约会的。我受够了。等再过了这1年，等我转了正，肯定就会好的。如果你不愿意搬回来的，我觉得我们都要想一下，还要不要继续。喂。哎妈。哎呀，小军啊，你下班了吗？下了。吃饭了？吃了，早吃了。小军啊，你在上海要自己照顾好身体啊，要努力工作，好好发展。你那边住的条件怎么样？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单位分的宿舍，条件挺好的。妈，我要进电梯了，信号不好，我先挂了啊。那行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好歹接妈一句话。妈妈都挺好的。他说那个我没法接啊，我要是接话，那就是骗他了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什么，你看我接，我不是说了从长计议吗？我再说一句，我估计妈都翻桌子了。也是她生日啊。这生日也没法接呀。但不过，芳芳那个男朋友，我感觉跟她还挺配的。嗯。芳芳那个男朋友，真是一个人物。嗯。他们俩一看，那确实挺像那么一回事，就不知道人怎么样。哎，今年老别。什么声啊？去看看。姐。喝啊！干嘛呢？养龟呢？广告。来了。呦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女神驾到了啊！哎呀，都还没吃呢。这女神不来，谁敢动筷子呀？就是，都等。服务员，拿一下菜单，谢谢。我们只点了凉菜，你看还想吃点什么？把菜单放那里头。哎，我来给女神倒杯酒。又去了。你好，喝一点。他呀，负责什么呢？先喝个热汤吧。哎呦，真羡慕你们这些神仙眷侣啊！那于雅喝汤，小军你喝酒吧。先自罚3杯。我喝3杯就不省人事了。哎呀，你喝多了，他送你回去吗？我得送于雅呀。哎，这个我可以带了。什么都行。行了，别起哄了。丁小军呐，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别人家的男朋友。没错。于雅，我们可真记得你。来，我们单身的提一杯吧。哎，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不是喝还是不喝呀？喝哎。行了，我们人到齐了，我们动筷吧。哎，开吃。哎，英大，你在上海待的好好的，为什么回去了？其实我也不甘心啊。毕业的时候，我妈让我回老家，安排好的工作都被我拒绝了。我就是不信一毕业就分手这个邪。结果呢？我在上海死扛了2年，他一个工作机会出国了，说什么人要往高处走，把我给甩了。我现在是人也没得着，伤也没留下，渣男。行，我们不提那王八蛋，来喝酒。来，英大，陪你喝一个。我觉得你回老家也挺好，你妈肯定也希望你回去。廖娟，你觉得回老家好，你怎么不回啊？你于雅在上海啊？那于雅要是走了呢？不会，于雅的梦想是上海。我
的梦想是于雅。哎呦，我勒个去！我丁小军，我一口酒差点喷出来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？你丁小军，你太恶心了！我饭还没吃呢，我求，是不是得喝他一个？今天这酒必须喝。哎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，这是暴击，对不对？快点把酒给他，每个人一杯好吗？我是生活好帮手的于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好，看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辛苦了，各位。今天呢是于雅在上海录制的最后一期节目，完美收工。今天晚上咱们为他开一个欢送会，好不好？好。行了，大家先忙吧。陈总，我今天晚上约了人一起跨年。男朋友？嗯。也叫他一起，人都热闹。啊。行了，真不方便的话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哎，陈总。怎么了？去北京的事儿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嗯。我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，但我还是想再考虑考虑。北京那边都已经说好了，谈妥了，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呀？怎么才来啊？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。呀。刚才来的路上，脑海里就像电影一样，一直在闪回我们过去的画面。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。也许是我帮徐天写情书追你的时候，也许是江浙同学会那天晚上你喝多了，背你回宿舍的时候，也许是有一次在学校里，你碰到我，让我骑自行车带你去礼堂。也许更早，大一军训，一场鲁冰花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应该就喜欢你了，只是我自己不敢承认吧。你本来就招人喜欢，漂亮，有才华，有思想，又有远大的抱负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都是人群中的焦点。可你偏偏喜欢了我。我手足无措，只好用蛮力来爱你。我妈从小就希望我能够勇敢一些，可惜我25岁了，还总让她失望。
于雅，我鼓足勇气来，鼓足勇气来向你道别。道别？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我今天啊已经跟领导说了。于雅，谢谢你今天来陪我跨年，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。我想说，我们分手吧。你下午专程去松江录影棚找我，说以后我们两个一起住，还说晚上一起跨年，就是为了现在说这个。是啊，我就是想当面来跟你分手。这么难忘的分手仪式，我们就谁也不会回头了吧？丁小军，我这杯可乐敬我们的丁大作家，好，祝他以后在出版社一帆风顺。我再接再厉啊，争取让我们于大主播早日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。敬我们美好的未来。小军，有个事你妈不让我告诉你，你一定别着急啊。你妈妈乳腺癌复发了，而且到了中期。这2天我就把她接到上海来看病。我们便慢慢地走散，那些曾一起分享的片段，现在要还我一个为我们见一次少一次，见一次少一次，努力忍住不去回头看，终于承认回忆瞬间变老，用某种符号去想念，像那难启齿。关主任，我要跟您说件事情，我不能回去上班了。我妈得了癌症，已经骨转移了，我决定留在老家陪她。永远在一起，可人走身后察觉冷了。妈，我都挺好的，觉得跟正常人是一样的。妈，你看现在碧云状态多好。就是啊，就是太瘦了，待会儿多吃点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一定多吃点。走吧，我们点菜去吧。哎，我也跟你去啊。你这身体就别去了，在上班歇会儿。我没事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哎呀，你看二姐一回来，精气神好多了。就是。走，点菜，走，点菜。走，来一起来。哎，建华，坐下。倩倩呢？在家呀。她是不是不敢来见我了？
他为什么不敢来见你啊？别跟我装傻。丁建华拖了1年又1年，拖了1年又1年，到现在是什么动静都没有啊！你们呢？是都不想让我老太婆省心呐！我要是抱不上孙子，我这眼睛都闭不上。你妈，我这可不是没来得及跟你说吗？我倩倩她已经怀孕了，就不想折腾过来。别哭了啊！你说什么？倩倩她怀孕了。真的，我们丁家要有后了。真是。碧云呢？倩倩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倩倩怀孕了。倩倩怀孕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不是刚刚查出来的吗？来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好吧，来来。有后了，我要孙子了，谢谢老天爷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快点吃饭。姐，哎，哟，你这刚出院怎么就过来了？我这也不缺人手。我在家也闲不住。你就是劳碌命。小军呢？他跟我说，他要去办那个宽带，去营业厅了。哦。小军真不走了？嗯。姐。小军他是背着我跟他们领导辞职的，我觉得是我拖累他了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，那上海就好啊，那好多人在大城市生活的还不如小镇呢。可我不想小军为了我，被别人说是逃离了北上广。都说逃离北上广，我看现在这些孩子就被这句话给害的。不适合就走，怎么就叫逃离了？也不知道谁给下的结论。照我看啊，在哪儿都一样活。你说你就小军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平时也见不着面儿，一年到头也就春节回来住那么几天，话都说不上几句，还不如个朋友呢。你也想芳芳了吧？我想他有什么用？他想我吗？如果不是因为缺钱，他根本都不记得我是个妈。哎，你说我就不明白了，他跟那个男孩在深圳瞎折腾什么呢？哎，这孩子呀，还是在自己身边心里踏实。哦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让老方再想想办法，先给小军找个像样的工作。这事儿啊，你也不用太难为姐夫了，帮不上忙也没事的。小军他自己啊，也在找工作呢。那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什么话？老板，你们这儿今天营业吗？营业呢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，你歇着，我去。没事儿。哎呦，你这身体就歇着吧。来，二位快往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，里边坐。哎。小军啊，怎么样了？刚投的简历，还没那么快有回信儿。有合适的工作吗？挺多专业队口的。喝点水。妈，你别操心了。妈，我出去一趟了。这么晚了，要去哪儿啊？一个高中同学，说是要考上海的研究生，问问我意见。哦，那你去吧，啊，早点回来，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。妈，你早点睡，别等我了啊。
吃点吗？我碗筷呢。吃过了。行吧。还是这家狮子头地道，还有这瓷锅，那深圳根本就吃不着。说吧，突然跑过来，总不是为了这口狮子头吧？我跟莫分手了。哦。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来的时候就猜到了。因为什么呀？性格不合，三观也不合，八字也不合，哎，总之就是各种不合。那原来怎么就这么合呀？谁恋爱的时候是清醒的呀？我能这么快幡然悔悟，算爱上高的了。爱上你现在是化爱上为时尚是吗？你吃这么多，不然我怎么办啊？我死犟，一哭二闹三上吊也不是我风格。你怎么想的？不就失恋吗？失恋也就33天的事儿，33天之后，我又是一条女汉子，没准我还能邂逅我的王小贱呢。谁问你这个？我问你怎么跟家里说啊？哎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吃不下去了都，你不能等我吃完了再说呀。吃完都几点了？这都10点了，大姨大这衣服都睡觉了。我不回去，我怎么回去啊？我爸费那么大劲儿给我找的工作，我说不干就不干了。刚1年，我就这么灰溜溜的回来了，我得被他们骂死啊！那你能瞒多久？不知道，能瞒多久是多久。等我做完心理建设，想好怎么说再回去吧。哎，郑文生，你帮我跟我妈旁敲侧击一下，最好是能让她主动叫我回去，别让我显得过于被动，不然我妈得就这事儿啊念叨我一辈子。哎，那你现在住哪儿？住宾馆，这事儿不能让我朋友们知道啊。我说我要出去闯出一片天，现在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回来了，面子往哪儿搁呀？你有多少钱？你住宾馆，你能住多少天？还能撑几天呢？哎，怎么办啊？你真不用忙活了，我不是那矫情的人。你不矫情，我不能不讲究。新的床单被罩给你挑了，你一会儿先回去了。哪个男人要是娶了你啊，真是祖上冒了青烟了。这么高的评价，是不是在夸我呢？当然是啊，这么细心贤惠又智慧大气的姑娘，不多见了。那个新的睡衣睡裤没上过身呢，还有洗漱用品，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哦。那你说你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夸我，算不算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啊？女孩看女孩都直接看本质的。你还没男朋友呢吧？没有啊。怎么要给我介绍？听我一句劝啊，千万别找对象，没有男人配得上你。合着你把我夸上天，就是为了让我高处不胜寒啊？寒冷你就穿件衣服，宁可冻感冒了，也不能投进男生的怀抱里取暖。女生啊，要自己给自己安全感。你不是和家里吵架了，你是闹分手了吧？这么明显吗？其实你一进来我就觉得你是，只不过现在更肯定了。看你一张实脸，挺有经验的你。大姨她就是嘴硬心软，其实心里特别想让你回去。心里想有什么用？他不吐口，我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他更占理了，他不得骂死我？算了，我还是出去流浪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别这么耗着，我觉得这事儿啊总得解决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要我就大年30直接回家，就当给爸妈一个意外的惊喜，然后当叔叔阿姨面就说，哎呀，还是在家里好啊，过完年就不走了。真是简单粗暴啊！可是这样最有效，
母女哪有隔夜仇啊？我当年写情书被抓包的时候，跟我妈吵了一晚上，第2天照样和好如初。你还有这光辉历史呢？哦，不过情窦初开的年纪写写情书也很正常。写了几百封呢。给同一个人？嗯。谁呀，这么有魅力啊？蒂小娟，你学着点。你从小到大就没接到过女生情书吧？哎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那芳芳还得在你那儿多住几年。没问题啊，芳芳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但是你，丁小军，工作怎么样了？听说有一家机关报在招人，我想去试试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？你陪我去干嘛？说的好像我愿意陪你去似的。要不是别人叫我幸运小天使，让我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我才不陪你去。丁小娟面试你这么积极干嘛呀？我这不是为了加持她吗？那几百封情书不会是写给丁小娟的吧？是啊。我还以为这件事在你们家早就传遍了，当时高中闹得沸沸扬扬的，都成为了一段佳话。姨，外边有你电话。来了。哦。好的，李主任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嗯。你是这么认知这事儿的吗？几百封都没追上，那就丁小娟对你没意思呀。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啊，他看不上你是他也行。不许那么说他。得，我瞎啊！这多少年过去了，你对他这颗心还澎湃呢。我也以为放下了，谁知道一见他又起了。这还挺痴情的。哎，等等。不对呀，我怎么记得他大学的时候交女朋友了呀？是啊，我知道，我还见过。那你在这心花怒放的干嘛呢？听我一句劝啊，千万别卷进三角关系，那就是一个漩涡。你放心，我虽然喜欢他，但我还是有底线的，我不会干那样的事儿。走了。丁小军，都说了不用你陪我来，这么早。我给你带了早饭。吃过了，自己吃吧。哦。那个，你不用回上海，于雅没意见啊？嗯。哦，那她还挺通情达理的。那你们这样算不算是异地恋啊？我进去面试了，你快回去吧。那你加油。好。你别抱太大希望，而且我们这儿的条件呢，在你们年轻人看来，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你看啊，临时工又没有社保，工资呢又不高，勉强维持生活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能接受。你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事儿干吧？希望能学以致用吧。那我还在这儿。我等你啊。怎么样？机关报有戏吗？不知道，等通知呗。我刚才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你跟于雅，你们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什么时候分的？你为什么没跟我说啊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又不是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。那为什么分手啊？算了，我就不揭你伤口了。还有问题吗？
很怨天的这件事儿。我说坐车，你非要走路，怎么把你冻着？那不是也不赶时间吗？刚好晒晒太阳。把手放兜里啊。你自己买兜啊？嗯。走啊。小军，我自己在这排队就行了，你到旁边站一站，或者去别的地方站一下。没事，妈，我不也得学习学习怎么过日子吗？我看了，他这卖西米啊，1块9毛9一斤，来晚了就没有了。而且每天每个人限购1袋，咱们俩可以买2袋呢。哇！哎，开门了，开门了。欢迎光临。慢点啊。粮油、纸巾，这便宜不了几毛钱。给我看。喂，我是店小军。小军，你过来帮妈妈看看啊，这2个豆浆机哪个好一点？这个。妈，这买好的。我找着工作了。刚报社来电话说我被录取了。你直接跟于雅说的话，她应该能理解，她也会帮你的。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分手呢？我凭什么让他帮我呀？他该过更好的生活。他第2天就可以去到北京，去到一个很红的栏目，成为一个大有前途的主持人。他可以离他的梦想更近一步。我为他高兴。也许星光草木才懂得你的孤独，像绿春天的风，却冻开寒冬的路。时间数着脚步，爱升华着温度，用守护当屋檐，遮挡着大雨淹没。等日出，回头看，以为的平常却藏满眼泪心酸，难计算。向前看，再难的远途，我也要陪着你走完。步履阑珊，四季流转，让我成为那道光，照亮彼岸，和你去看人间依旧灿烂。回头看，曾经的风筝在母亲手中飞旋，天微蓝，向前看，崎岖的明天，我也要陪着你